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这期内容我们来聊一聊 Pi Network 采用的恒星共识协议和恒星共识协议基于的联邦拜占庭共识算法到底有什么优势，来解答社区中派友提出的一些疑问。高恩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恩。OK， 现在看到的屏幕页面呢，这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但是我不会跟大家去做具体的行情分析，因为这块也还是在学习中，之后会加上这块内容。当然这里主要是做背景墙，我的桌面还是有点乱的。另外的话，在内容最后可能会跟大家点到一些行情的一些东西，也可能不点，是吧？这样的话，我要点的时候也比较方便。OK， 我们要讲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经典问题，就是拜占庭将军问题。我这儿简单画了一个图啊。提到共识算法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经典问题了。共识算法都在想办法完美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拜占庭将军问题是什么。1982年呢，图灵奖获得者莱斯利·兰伯特发表了论文《拜占庭将军问题》，从此关于如何在分布式系统中有节点被故意破坏的情况下达成共识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让这种讨论更加热烈。拜占庭将军问题在莱斯利的论文中，它涉及到了9位将军，相当复杂。我们这里简化一下，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有两方，就像图上标注的红色和蓝色两方， A 方大军 B 方大军，而 A 方第一军和第二军从两个方向将要进攻 B 方的城市。当然城市不是在这个标注的这块啊，这儿显示的是3个山谷，此时是3支军队的一个驻扎地，城市是在另一个方向。 B 大军在这儿我们就当做是牵制 A 方军队的。然后 A 方的第一军和第二军2名将军，他们为了同时发动总攻，需要派出信使进行沟通合适的统一时间，但两军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支军队，就是我们看到的 B 方大军红色的队伍，信使必须来回穿过 B 方的军队，才能让 A 方的2支军队之间顺利沟通。而信使在穿越 B 方大军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会有着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方式，比如说信使压根儿没有通过，我们就当第一军派出信使，第一次他要向第二军派出信使，这是这样一个方向，中间他就可能第一次就没有通过。假设他通过了，到达了第二军，他传递了将军1的一个信息，将军2肯定要有一个回复，信使这时候就必须再次返回第一军的驻地，又一次需要穿越这个敌军的一个队伍。这2次中，他们都会有可能在中间被截杀，而这只是一次完整的一个信息交互过程。那么在一次完整的沟通过程中，很可能就某些细节问题会产生很多次的这样的信息交互过程，可能2次、3次、4次。那随着信息沟通的次数增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出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那么有可能信使出现叛徒这种情况，这是可能的，直接就投靠了 B 方大军，那将军2就可能收不到信息，将军1也会处于这种焦急的等待过程中，平白浪费时间。他再次派出第2个信使，这中间需要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还有可能信使出现叛徒， B 方大军让他传递虚假的情报，这又该怎么办？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随着沟通信息的增加，涉及到不确定性就越多。2位将军不能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确认信息已经传递给彼此。这是我们简单的以这样一个小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拜占庭将军问题。那么在莱斯利的论文中，它的原型呢是9位将军。如果将军们在存在叛徒的情况下
仍然达成了一致。这个叛徒指的是将军，这种情况我们就将它称为拜占庭容错。反映到区块链中，我们可以把将军们看作不同的节点，信使看作网络情况，而叛徒就是出错的节点，甚至恶意投票节点。好了，了解完拜占庭将军问题，就进而可以引出拜占庭协议。拜占庭协议是一种传统的协议，是为了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的。它的主要特性呢，就是中心化和任意行为容忍。拜占庭协议中要求参与方都要达成一致，所以就必须要对每一个节点进行验证，不会让随便任何人都能加入参与进来，以此来保证一致性的顺利达成。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中心化的系统，这是非联邦拜占庭协议的普遍要求。它也只保证了这个中心化系统之下的分布式共识，同时要忽略掉任意非理性行为造成的拜占庭错误。拜占庭协议是恒星网络最初的基础，同时也是竞争对手 Ripple， 就是 Ripple币所使用的系统。这种系统我们把它称为拜占庭容错系统，简称 BFT。直到2014年9月份，恒星网络出现了问题，12月开始着手进行协议的更新升级成为了恒星共识协议。我们常说 Ripple 和 Stellar 是兄弟俩嘛，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俩同时处于这个全球支付的一个领域，而且在共识算法上，在最开始是相同的一个系统。好了，了解完拜占庭协议，我们就接下来了解联邦拜占庭协议。因为恒星网络对拜占庭协议进行了升级，我们就顺下来。我们都知道 Pi Network 白皮书中提到，它采用了恒星共识协议作为解决方案，而恒星共识协议使用了联邦拜占庭协议的新颖机制，来确保对分布式分类账的准确性和可信赖性。所以我们先来了解联邦拜占庭协议，了解之后再去看恒星共识协议。这样的顺序的话，了解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联邦拜占庭协议简称 FBA， 在我们白皮书解读那期内容中呢，对于几个小概念解释的比较模糊，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联邦拜占庭协议。一个 FBA 系统通过商定来确定应该应用哪些更新，节点之间得以避免矛盾不可调和的状态。它是通过唯一的插槽这种方式来识别每个更新的，从中可以推断出更新之间的依赖关系。比如说，插槽可以是顺序应用日志里的连续编号位置。FBA 系统运行一个达成一致的协议，确保节点在插槽内容上达成一致。那么，比如节点 X 可以在 Y 插槽中应用 Z 更新，因为 X 节点已经安全应用了所依赖的所有插槽的更新。同时 X 节点相信其他正常运行的节点都会就 Y 插槽中应用 Z 更新达成一致。在达成一致的协议中，节点交换关于插槽声明的消息，这就是一个区块链网络的一个信息交互过程了。当一个节点获取到一组充分的节点声明消息时，它假定没有任何功能节点会与这个消息矛盾，这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集合，而我们把这样的集合称作仲裁切片。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切片，考虑到节点失败的情况，为了取得进展，节点可能有多个切片，这中间任何一个都足以说明节点相信这个消息。FBA 系统是由松散的节点联盟组成，每个节点都选择了一个或者多个切片。仲裁是一组足以达成协议的节点，而仲裁切片是一个特定协议节点具有说服力的仲裁片的子集。这样的关系大家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恒星共识协议。恒星共识协议简称 SCP， 它的首次面世呢是恒星网络的首席科学家 David 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它。同时，恒星共识协议也是联邦拜占庭协议第一个安全可证的实现成果。所以说，恒星共识协议是基于联邦拜占庭共识算法的。SCP 让恒星网络无需依赖封闭系统即可完成共识。恒星共识协议它有4个属性：第一，分散控制；第二，灵活信任；第三，低延迟；第四，渐进安全。
它保证了面对非理性行为时的安全性，又只需有限的计算资源，降低了准入门槛。用户可以自由信任自认合适的任意组合参与方，而安全性建立在数字签名和散列家族的基础上。那么密码长度可以随着攻击者的计算能力增长而增加。在一组节点中，如果每个节点对同一个插槽所对应的值保持相同的观点，那么这些节点享有安全性。反过来讲，如果我认为1号插槽的值是 m， 你认为1号插槽的值是 n， 并且 m 不等于 n， 那么我和你之间就不具备安全性。说了这些比较生涩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放在 Pi Network 中看看它具体应用到了哪些方面。既然 Pi Network 应用了恒星共识协议，那它肯定也就拥有了恒星共识协议的4个基础属性，具体体现在了开放的节点参与、安全圈的建立、转账快速确认、节点之间消息传递判断。第一， Pi Network 现在已经有应该是13000家了吧，现在我们就当是1万多开通共识容器的活跃节点吧。这个节点数量在加密货币中是占绝对优势的，这是由恒星共识协议的一个开放性去决定的。第二，安全圈的建立，让每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并建立自己的信任图。第三，派钱包已经上线测试网，高安也做了测试评估的视频，速度很快，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支付的场景。第四呢，其实是节点之间的消息判断，这点呢可以结合我们在白皮书解读那期内容。那期内容中提到了一次信息交互的过程设想，再返回去看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高安在这期内容的资料搜集之后，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稍微加深了一些关于 Pi Network 的共识算法的一些理解。那么你们呢，欢迎加入电报群或者关注混沌界，点击菜单栏找到我高安社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下期内容我们会分享关于派币价格的一些观点。这次谈派币价格呢，会从另外的方面去引出一些依据，主要是谈一些趋势。如果你感兴趣，点击订阅我吧。好了，我是高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